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布尔。最近我发现我做的很多介绍装备的视频，虽然播放量不低，但是弹幕和评论的互动却很少。我估摸着是大部分的游戏玩家虽然对军事装备很感兴趣，但是深入了解的却并不多，因此就导致我讲的很多内容他们压根就听不懂。所以本期我们就试试水，换个风格，取消掉中间的逗蛐蛐环节，将视频投稿至知识区，看看困扰我的这个情况能否改善。我们本期的主角是这个名为 UMZ 的布雷装置，实际上这也是一款很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的装备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网上关于它的资料很少，因此我也不太确定它的工作原理。但看这个外形的话，它应该是用火箭助推的方式来抛射地雷，一个单元上一共有30个抛射槽，像是乌拉尔4320这样的卡车呢，一次就能装载6个发射平台，30乘以6，也就相当于是一波可以抛射180次地雷。在获得了敌人可能会进攻某片区域的消息之后，这种布雷车就能快速的往目标区域内抛射地雷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这玩意儿可以部署的地雷种类还挺齐全的，从小巧的蝴蝶雷到反步兵地雷，甚至是能够炸坏坦克履带的地雷，它都能够部署。像是这种越小的雷，它一发能够抛射的量也就越多。所以别看这6个单元加起来一共只有180个发射槽，但它一次性部署的地雷可能都会超过上千颗。游戏为了平衡，将这些抛雷器的射程调得很近，但网上的资料说它最远能够打到几公里，像是一些用来反载具的大号地雷也能投掷到几百米外，并且它可以在这种移动的情况下抛射，这就导致可能前脚你的侦察分队在这片区域还没有发现地雷，结果等回头你的主力部队到了，这片区域已经被这种玩意儿给撒了一大堆的地雷了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3种地雷的不同。首先，反步兵的 POM2 地雷呢，它在落地后会弹出6根支架来修正自己的姿态，随后就会抛出一些半线来进入战斗状态。当然，游戏中这个爆炸效果有些夸张了，在现实里它的动静还是比较小的，而且现实中它的半线也不怎么显眼。这种玩意儿的隐蔽性虽然比不上埋在地里的地雷，但它要是被大量的撒在草丛或者是田野里呢，就让人防不胜防了。而另一种小地雷呢，是恶心人的蝴蝶雷，它最早是美国人发明的，个头很小，踩到了不会死，但是会被卸掉一条腿。有一些在部署的时候会被喷涂至与地貌相近的颜色，一旦有人中招，它就会拖累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。当然，在大规模不负责任的部署后，这玩意儿对平民的伤害往往更大。而最后要介绍的一种就是这个长条状的名为 PTM1 的地雷了，模组里将它标注为 Anti-Truck， 也就是反履带的地雷。它的这个模样看起来装药量也不会很多，所以在实战中它也就是用来破坏敌方载具的行走装置了。只能破坏履带，看上去不咋厉害，但这就和前面的那个蝴蝶雷一样，让中招的车辆拖慢整支进攻队伍的行进速度。而且像是这种大规模抛射性部署的话，误入雷区的车队中绝大部分的车辆都可能会中招，后续招呼他们的可能就会是导弹或者是炮火打击了。如果是混合式的布雷的话，那它还能阻碍步兵在载具的前方进行排雷作业。总之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一款非常有效的布雷装置，它能够在敌人眨眼的间隙就部署好一片混合性的雷区。如有需要的话，这种抛射器还能够被架设在更轻便的车辆，或者是具有装甲防护能力的车辆上，来根据不同的场景进行使用。最后，地雷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延时自毁的设定的话，它们甚至能在战争结束后的1-2个世纪内继续对平民造成伤害。所以还是希望全球的动荡地区能够早日迎来和平，让战争成为历史书上才能看得到的东西。最后，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还请多多3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